菲律宾栽赃到中国头上，而且栽赃什么不好，偏偏试图栽赃中国走私毒品。说实话啊，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那边是上蹿下跳啊，小动作不断，咱们都快看习惯了。这一会儿呢撞个船，一会儿做个滩，一会儿又拉着美国大兵搞演习。但是这些吧，顶多算是碰瓷专业户，虽然烦人呀，但是咱也见怪不怪了。可是这一次啊，菲律宾干了件大事啊，那这事儿好莱坞的编剧都不敢这么编，怕观众骂他，你这是在侮辱我智商吗？结果呢，菲律宾啊，他就真敢这么干。话说就在这2天呢，菲律宾海军开开心心的召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干啥呢？显摆功绩啊！菲律宾海军发言人说了，我们菲律宾海军在我们的例行巡逻中，在仙宾礁附近取得了重大战果。那在场的记者一听，哎呦喂，重大战果呀，咋啦？是捞着沉船了，还是发现新航道了？发言人清了清嗓子宣布，我们缴获了毒品，高纯度的，足足有16公斤。这个不是小数目啊，这要流入市场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呀？那菲律宾海军这算是立了大功，对吧？禁毒嘛，全世界都支持。他们还把那16公斤的战利品拿出来，啪往桌子上一摆，给记者们各种拍照特写。那意思就是啊，看见没？我们牛不牛？我们多厉害了？我们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那这事听到这儿好像没有毛病，对吧？这个海上巡逻缴了毒品，好事啊。可是问题就来了，记者们就开始问了。哎，发言人先生，那你这毒品打哪儿来的呀？那毒贩呢？抓着没？你猜这个菲律宾官方怎么说啊？人家支支吾吾，含糊其辞，官方口径是，这个嘛，我们正在调查。那媒体那边呢，也是放风说，可能是东南亚某地的毒贩吧？哎，你听听啊。可能大概也许这就奇了怪了啊！16公斤啊，朋友们，这个不是一包烟啊，这得多大的买卖啊？那这毒贩是开着潜艇来的，还是说骑着海豚来的呀？还是说这个毒贩开着船，老远一看见菲律宾海军，吓得咚一下就把这个价值连城的16公斤毒品扔到海里，然后一脚油门跑了？那菲律宾海军这个业务能力是只抓货不抓人吗？哎，还是说你们的船太慢了，追不上人家运毒的快艇？可你连快艇的影子都没拍着一张啊！这叫人赃并获吗？这叫获了赃人跑了？哦，不对，这叫连人的影子都没有啊！这叫海里捞赃啊！这16公斤的毒品咋就这么巧，在你们例行巡逻的时候就咣的一下自己从这个海里面蹦出来了？难不成这个毒品是自己长了翅膀，或者是坐着飞鱼特意飞到仙宾礁啊，就为等你们来缴获？这个时候从这儿开始味道就不对了，太巧了，巧的就跟演戏似的。哎，你别急啊，这戏啊才刚开了个头。要是光这个16公斤毒品啊，咱顶多说这个菲律宾海军捡漏了，或者业务能力有待提高。可是接下来的操作啊，那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就在菲律宾海军展示完的16公斤战利品的同一个发布会，同一个地点，同一波人，他们又拿出了第2个战利品。大家伙一看啊，这是啥呀？一块破铁皮，看着像是啥东西的碎片。这发言人又说了啊，这也是我们在南海，注意啊，他说的是南海，没说具体哪儿，但是就是跟毒品放一块儿说捡到的。这记者们就纳闷了啊，这破铁皮有啥好展示的？哎，这个镜头拉近一点，旋即来了，这块铁皮残骸上印着字儿，还印着一面5星红旗。哎呦喂，这下全场都动了，这块残骸被认出来了，是咱们中国航天火箭的外壳残骸。咱们搞航天发射，火箭残骸落到公海，这很正常啊，国际惯例。可是菲律宾海军干了件啥事呢？他们把这块残骸上面那边5星红旗啊，还故意给刮花了，但是又没有完全刮掉，就是那种油爆琵琶半遮面，让你一眼就能认出来啊！哎，这是中国的国旗啊，各位，咱们把这2件事串一串。事件 A 在仙宾礁缴获了16公斤毒品，毒贩人间蒸发了。事件 B 在附近海域捡到了印着5星红旗的中国火箭残骸，然后呢，菲律宾海军在新闻发布会上把 A 和 B 同时拿出来展示。哎，你仔细品品，他想说啥？他嘴上可没明说啊，他没说这个毒品是中国的。他要是敢这么说啊，咱外交部发言人啊，第2天就能把他怼到姥姥家去。他不敢明说呀，但是他就是用这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恶心办法啊，故意把这2件不相干的事摆在一块儿啊。毒品、火箭、中国，他就是想在全世界媒体面前啊，给所有人下个心理暗示。你们自个儿联想啊，我们可没说啊，这毒品是哪来的？不知道啊。哎，这火箭是谁的？中国的，他们都是在一块儿出现的。
哎呦喂，这事可真巧！他想干嘛呀？他就是想往咱们中国身上泼脏水啊，想栽赃咱们走私毒品。我说菲律宾你牛大了啊，就牛在这儿啊！咱们中国在禁毒这件事上是什么态度啊？全世界都知道啊！当年虎门销烟是怎么来的？咱们国家近代史受毒品危害多深？咱们现在对毒品犯罪是零容忍，抓着就是重刑，甚至是死刑。咱们是全世界禁毒最坚决、最有力的国家之一。你菲律宾栽赃谁不好？你栽赃中国贩毒，可真的是哦，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哦。不，他连图都不用编，他用道具，他用联想，这下三滥的手段，说实话，我都替你臊得慌。你哪怕是编，你也编个像样点的，对吧？哎，你这简直是把全世界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呀！咱常说一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菲律宾这套路看着新鲜，其实是祖传手艺。那跟谁学的呢？美国呀。有分析就说了菲律宾在鲜滨礁搞的这出禁毒大戏跟他大哥美国在加勒比海干的事那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国突然宣布说要打击委内瑞拉的贩毒行动？理由是啥呢？就是说委内瑞拉政府支持毒品贩运。然后呢，美国海军空军乌泱泱的军舰飞机直接开到委内瑞拉门口，把人家海岸线给封锁了，还特威武的宣布击沉了好几艘运毒船。全世界都看得明明白白，美国那是真的为了禁毒吗？拉倒吧，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委内瑞拉有啥？有石油啊！美国看委内瑞拉政权不顺眼，想搞垮人家，想控制人家的石油，这才是真的。禁毒那不过是扯过来一块遮羞布。这招数是不是很熟悉？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反恐，比如禁毒，然后就开着军舰过去干你想干的脏活。菲律宾这是有样学样大哥能在加勒比海以禁毒为名搞委内瑞拉，我小弟为什么不能在南海以禁毒为名搞中国呢？哎呦喂，他这个灵感是有了可是他光学了皮毛没学到精髓那或者说他连历史都没学好说到这种栽赃陷害、无中生有的把戏咱们中国人那可是太熟悉了，熟悉到骨子里都带着疼。这样咱们就想起了哪一年？1937年7月7号，什么地方？卢沟桥宛平城。那天晚上，日本侵略军在咱们的土地上，在卢沟桥附近搞演习，演着演着，啪，枪响了，然后日本人就立马跑到宛平城下。咱们说，我们丢了一个士兵，肯定是被你们抓进城里去了，我们要进城搜索。那当时守城的是咱们的29军将士，吉星文团长立即就给拒了。大晚上的演习走丢个士兵，你糊弄鬼呢？不行！日本人说不行，不行我就开炮了。咱们的守军为了查明真相，说行，我们自己查。那查了一圈，城里城外都找了，没找着。而且一查岗，咱们的士兵一个子弹都没少，根本没开枪。这谎言是不是就戳穿了？结果呢，谎言被戳穿的日本人恼羞成怒直接悍然开火了。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人的借口是丢了一个兵，一个莫须有的士兵。现在菲律宾的借口是捡了16公斤毒品，一包来路不明的毒品，都是通过制造一个事端、一个借口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那说到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你可能会觉得这菲律宾费这么大的劲儿，就是为了恶心一下咱们，泼点脏水格局小了，朋友们。那如果说当年日本是图穷匕见，借口不行，直接就开打，那现在的菲律宾可比他们当年的日本老师要精明一点。他这出戏是进可攻，退可守。怎么叫进可攻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栽赃中国毒品、火箭，中国联系起来，在国际舆论上抹黑你。你看中国不但在南海搞霸权，还贩毒，这脏水要真泼成了可够咱们喝一壶的。那怎么叫退可守呢？这才是他真正的小算盘就算全世界都不信，都觉得你菲律宾在演戏，栽赃没成功，但他可以换个角度说他跟这个国际社会说，你们看，我们菲律宾海军在鲜滨礁执行了执法行动，我们缴获了毒品，这说明啥？这说明鲜滨礁归我们菲律宾管，我们有执法权，这不就是间接证明了鲜滨礁是我们的主权范围吗？他强闯黄岩岛、仁爱礁，被咱们中国海警的水炮给自回去了。正面刚不过他就开始玩阴的了。他想通过这种执法的表演来向全世界刷存在感，暗示他对这些岛礁有实际控制权和执法权。这才是他这出禁毒大戏的背后最阴险的算盘。那这算盘打的是不是噼里啪啦响算盘是打的响，可惜他打错了。菲律宾千算万算，机关算尽，但是他忘了一件最基本的事儿，实力
咱回过头去看他那2个老师，美国为什么敢在加勒比海对委内瑞拉禁毒？因为美国的航母编队比委内瑞拉整个国家的海军都强啊，那是碾压局啊。1937年的日本为什么敢在卢沟桥丢士兵？因为那个时候的日本是工业强国，飞机、大炮、坦克，而咱们呢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农业国，小米加步枪。他们敢这么干啊，就是建立在实力碾压的基础上的。可是现在呢，现在是2025年，你菲律宾面对的是谁？是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吗？你菲律宾面对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啊，是拥有航母5代机远洋海军的中国。哎，你菲律宾那点孱弱的军事实力，说句不好听的，都不用蝼蚁来形容，那简直是不够看呀！哎，咱就想不明白了，这菲律宾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在实力差距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还天天在南海上蹿下跳的？是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还是你那个大哥美国？可是美国现在也是焦头烂额呀，他敢为了你菲律宾真刀真枪的跟中国干一架吗？哎，你问问他敢不敢哦？所以啊，菲律宾的这出缉毒表演啊，那就是个笑话。这南海啊，不是加勒比海，更不是1937年的卢沟桥。菲律宾这点鼠子野心啊，咱都不说狼子野心了，因为他那实力啊，真的是配不上狼这个字儿。他这点鼠子野心啊，他只会被我们中国海警的万吨大驱用高压水炮滋得七零八落，淹没在南海的浪花里。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各位听完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一块聊聊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